今天呢，我们来讲最后一集威尼斯的绘画艺术。那我给你详细介绍了提香，提香可以被认为是威尼斯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就是那个站在最顶峰的男子。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你如果想要去快速了解一个领域，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快速找到这个领域当中的二元对立。那提香无疑代表着威尼斯画派当中的其中的一员，就什么意思呢？它是那个最辉煌最光辉的，象征光明的顶点。那今天我来给你介绍威尼斯的另外一集，就是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叫丁托列托。丁托列托呢和提香这两个人刚好就组成了威尼斯画派的，你说阴阳两极也好，光明与黑暗的两极也好。了解了这两个人，你就知道整个威尼斯画派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见丁托列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性在于有了丁托列托，整个威尼斯艺术的能耐我就给你补全了。那么关于丁托列托呢，你要知道的也主要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点呢，就是他是一个威尼斯画派的叛徒。从何说起呢？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丁托列托呀，也是他的一个外号，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染匠，给布染色的，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小染匠。那丁托列托呢，小时候也是表现出来了极为罕见的绘画天赋，所以说丁托列托呢就被他的父亲送到了提香的工作室去学习绘画。没错，丁托列托啊，他是提香的徒弟，但是呢，学了没多久就被提香扫地出门了。关于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法是他学了10天就被提香送回来了，原因是提香觉得这孩子天赋太高啊，自己非常嫉妒。还有的说法说是提香啊觉得这个孩子骨骼清奇，完全有自己对绘画的一套理解，自己也教不了，所以应该让他自学成才。但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其实是在于他作为一个徒弟跟他师傅提香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们就说过，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以文艺复兴三杰为核心的这派人，他们的作画是一种相对来说更加注重形、注重构图、注重准确性的这样的一种作画方法。换句话说，佛罗伦萨这边的绘画哪怕变成了黑白的，也不会让它逊色多少。那威尼斯绘画的这个特点，我们之前强调了很多遍，就是它是特别注重这个色彩，给你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力。那么按理来说，既然是威尼斯画派的弟子，那你应该跟提香好好学的是色彩啊。那么丁托列托就是在这一点上跟提香有了一个巨大的南辕北辙。在丁托列托跟提香当徒弟的这段时间，威尼斯基本就只有提香一个人是最厉害的，叫做名满天下。佛罗伦萨、罗马那边就只剩米开朗基罗一个人，这两个人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说说啊，互看不爽了，而且还会隔空对骂，没事互掐一下。然而呢，丁托列托作为提香的徒弟，他居然更加支持米开朗基罗的绘画理念，这对提香来说，这不就属于后院失火吗？那弟子岂能再留他门下？所以就要把他扫地出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丁托列托跟提香的理念本质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丁托列托非常坚定地倒向了米开朗基罗的一边，他是非常崇拜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法的。之前我们还说过，威尼斯画派都是不讲素描的，上来直接拿颜色就开始画了。所以说啊，丁托列托啊，后来他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由于对米开朗基罗的认同，所以他是用一种雕塑的手法去掌握素描，然后再进行绘画作品的创作。然后呢，他还会模仿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自己做一个蜡像，然后呢，把这个蜡像放到一个打孔的小盒子里面，在这个盒子里面点上蜡烛，然后透过这个小孔去观察这个蜡像的各个角度。这样做的原因是啊，在晚上光线非常微弱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进行练习，去进行研究。所以说你如果去看丁托列托的这些绘画作品，你会乍一看觉得这个真的是完全不威尼斯。比方说我给你准备了他的一幅名画，叫做发现圣马可遗体。这幅名画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画面非常有纵深，这个消失点、透视，你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发现一个非常长的长廊，这样景深非常深的景象。这个画呢，你在提香也好，贝利尼也罢，你几乎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浅的景深，比较平面的，然后色彩艳丽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呢是你关于丁托列托你要知道的第一个点，他算是一个威尼斯画派的叛徒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第二点呢，你要知道的就是关于丁托列托的绘画特色，主要有2个特色，一个叫做以黑暗衬托光明，一个叫做极端的拍摄视角。这有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啊，你如果去巴黎旅游拍这个埃菲尔铁塔，你当然是可以站得非常远，你把整个铁塔都拍下来，但是这样的构图未免太无聊了。那比方说我去拍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我就喜欢人站在铁塔下面，
然后躺在地上，让铁塔占据整个半张图，就是让铁塔的结构刚好成为照片的对角线。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这个铁塔特别有压倒性气势的感觉。其实丁托列托也是一样的，他特别喜欢用这种把景深作为斜对角线的做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张发现圣马可遗体，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年代的样板戏一般的绘画，就是最后的晚餐。之前我们讲过，吉兰达约也画过，达芬奇也画过，但是他的前辈们画的最后晚餐的构图啊，一般都是说这桌子都是横着放的，然后耶稣呢坐在中间，其他的圣徒坐在两边，哪怕达芬奇的成就非常高，他也只是让这些圣徒的形象各异来变化，就是没有人会去挑战耶稣的正中的地位的。但是丁托列托的这一幅最后的晚餐非常有趣，我已经把这幅画放到了图文区，你有空可以看一下，就是最后的晚餐的整张桌子是一个斜对角线的方向，耶稣呢还是处在这个画面的正中，除了12使徒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负责上菜的服务人员。那这样的构图会给人产生一种什么样感觉的？就明显这个画面是更加凌乱的，这个画面会给你一种紧张感，因为最后的晚餐结束了之后，耶稣马上就要去被罗马人钉十字架了嘛，所以说相比于那个非常正的那样的构图，这样的斜对角的构图无疑增加了场面的紧张性。包括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寻找圣马可遗体，这个我一定要给你讲一下故事背景是什么样，你才知道这样的构图是多么的有道理。圣马可就是守护威尼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一开始啊，圣马可并不是被列作威尼斯的守护神的。当时威尼斯的2个商人跑到埃及去做生意，埃及呢有一个基督教的修道院，他们那边呢藏有圣马可的遗体，这2个商人付了一点钱，把圣马可的遗体搬出来。但是你要把这个遗体啊搬到威尼斯去，路上有很多所谓的通关检查，这属于一个违禁品。这2个威尼斯的商人啊就想了一招，就是穆斯林呢都是非常讨厌猪肉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拿了很多香肠啊火腿什么的盖在圣马可的遗体上面。所以说呢这幅画表现的是这2个商人在那个藏尸楼里面去寻找圣马可遗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想这是一个非常紧张充满了悬念，如果用电影的语言，这简直是一个悬疑片加恐怖片，这样的一种悬疑恐怖黑暗，最后找到了圣马可遗体，这个圣人发挥光辉的那一刹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戏剧冲突的场面。如果用传统的威尼斯的画法，你首先你画一个墓穴，你的墓穴就是黑洞洞的，颜色再丰富你也没用了。你要看这幅画，它有很深的景深，左边长廊延伸到一个深不可见的黑洞当中，躺着很多错误的尸体，左边站着的穿红色衣服的这个人就是圣马可的灵魂显灵了。丁托列托的这种独创的表现形式，它可以用一种不太正的表现形式去表现一个比较严肃的宗教主题，反而相比传统的充满色彩的威尼斯画派，更加能够表现这种非常悬疑的激烈的冲突的场景。所以说这个就是关于丁托列托绘画的这个第2个特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以黑暗衬托光明，就是说你会发现丁托列托不仅从构图上非常违背威尼斯画派四平八稳的构图方法，它在色彩上也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我认为这是丁托列托代表着威尼斯艺术的自省，就是自我反省。就什么意思呢？他是喜欢用大面积的非常暗的色调来烘托整个主题的光明。这其实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我们曾经说过，当时啊欧洲不是发生过黑死病吗？这黑死病啊杀死了欧洲1/3的人口，在威尼斯尤其猛烈，有70%的威尼斯人都死掉了。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多大的一次冲击！而且由于威尼斯是一个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人口密度又高，它整天感染瘟疫。在丁托列托生活的中年时期，威尼斯又爆发了一次瘟疫，死了1/4的人口。丁托列托呢，也是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威尼斯著名的瘟疫画家。就什么意思呢？他开始用他的绘画来描绘瘟疫，来描绘世人的罪恶。其实他是彰显着一种对整个威尼斯建国近1000年以来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追求享乐的相对来说比较糜烂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省。所以他也花了17年时间，在 Scuola San Rocco 这个教堂画了51幅板上油画，把教堂完全都给它贴满了。而且他除了工本费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而且他把所有的最终收到的工本费还是捐献给了教会，用来做拯救瘟疫的事情。那既然是表达瘟疫，它的场面大多是要非常的惨，非常的凄苦，
又要表达耶稣去为人们牺牲的这样的一种伟大。那他采用的就是这种黑暗系作品，以黑暗衬托光明的手法。这种手法是会让你有惊喜的，因为这是一种审美上的哲学。我们之前讲过，说你要来描绘一个事物的美好，你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呢，你是去直接描绘它非常美好、非常洁白、非常亮丽。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一堆污糟的东西当中出现一个相对很洁白明媚的事物。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廉而不妖。关键点不在于不染和不妖，而是从淤泥里出来，着的是清廉。环境的黑暗更加可以凸显光明事物的特色。所以说呢，关于丁托列托的第三个特点，它用黑暗衬托光明，它象征着威尼斯艺术的自省、自我的超越。这个就是丁托列托，你要记住关于它的这个三个点。它是威尼斯画派的一个另类，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以黑暗衬托光明的这种表达方式。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表达方式整整影响了所有的这些巴洛克时期代表艺术家的审美。所以说，他的地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从丁托列托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就是能够自省的艺术才是伟大的艺术。就威尼斯的艺术在丁托列托身上达到了一个自我反省，完成了自己的超越，最终呢，在巴洛克的卡拉瓦乔身上获得了伟大的救赎。我们之后会讲。今天的小贴士是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上的 logo 是一个棍子上面绕着一条蛇？这个故事呢，其实可以在丁托列托的那51幅油画当中得到解释。因为在圣经的故事当中呢，说上帝为了惩罚人类，是派了一条长翅膀的毒蛇来到人间，只要被它咬一口，那你就马上感染瘟疫。那当时人们的做法呢，是有一根棍子，让毒蛇缠绕在棍子上面，让它不下地，由此来防止毒蛇去传播瘟疫。所以说呢，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责呢，就是给毒蛇装一根棍子，来防止瘟疫的传播，来控制疾病。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它的 logo 是一根棍子上面绕一条蛇。那么在最后呢，开放式的讨论题就是在其他领域呢，你还有没有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世界上各个组织的 logo然后你知道他们的典故呢？欢迎写到留言区里面，然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些讨论。